来这样子夹一个正方形的啊，裁圆先准备一张正方形的纸，正方形纸对折角对角的对折，对折第一下，然后再对折第二下，对折第二下，然后再对折第三下，对折三下啊，角对角的对折三下，然后你把这边再对过来，对过来做一个痕迹，两边一样长，这里和这个角，这个角这里来画一个半圆。那这个地方和这边是一样长，画一个半圆，然后把这个半圆剪出来。也感觉剪的有点不圆，把个半圆剪出来，它就是一个圆了。来，看到了吗？是吧？圆不圆？很圆啊，就很简单啊。就是这样子的话，这样子有一个缺点，就是它会有痕迹啊，会有这个痕迹，看到吗？用圆规它就没有痕迹。我们今天画一个60的圆，但是你不用裁下来，亲爱的，你先裁一个60的圆，然后再把这个60的圆，按照我这样的方法啊，我来这个构图这里，来先构图这里讲就知道了啊。这个圆在哪里呢？在一张4尺的纸上。那我们今天是画的多大呢？画的是4尺整张的哈，亲爱的家人们。4尺整张束缚的作品，4尺整张。那为什么我们要裁一个圆呢？4尺整张大家都知道是多大吗？138乘以69啊，138乘以69。这个圆我们还是一样找到中线的位置，这个圆要放在这个纸的正中间哈。这个圆放在这个纸的正中间。看到吗？这样子摆啊，刚刚裁的那个圆，你把那个圆放在这个纸上，再用铅笔画一下啊，再用铅笔画一条痕迹，用铅笔画一条痕迹啊，就是把这个圆拷贝在这一张4尺的纸上面，明白吗？把这个圆拷贝在这个4尺的纸上，就是你把那个圆，你裁好的这个圆放在4尺的纸上面，然后把这个圆印下来，用铅笔画一条痕。印在这一张纸上，明白没有？印在这个4尺的纸上，然后我们待会儿就在4尺的纸上去画。直径60啊，圆是直径60啊，直径60。圆的直径是60啊，圆的直径是60，明白没有？知不知道怎么放的，亲爱的家人们？来，大概构一下图。咱们先在这个地方画一朵哈，然后后面再来一朵，然后这里再来一朵哈，高低不一样的3朵花，3朵成一个密的，然后我们这里可以。这里来一朵哈，可以让它出来一点哈。为什么我们要在4尺纸上画？让这一朵会跳出来哈，跳出这个框，然后这里会有叶子。来，这里也会有一些叶子也会跳出来哈，有一些叶子也会跳出来。这里安排一些叶子呀，这里可以画一些叶子、花苞或者是嫩芽之类的，画一些嫩芽、叶子之类的哈。好，大概这样子的一个构图，然后这里呢，这里写上繁花啊，写上2个字，然后这个会做一个，到时候看一下做一个什么颜色的背景色，明白吗？繁花，到时候看一下这个字要写成一个什么样的字体才好看。那我们画什么颜色的花来？要不要再分解一下颜色呢？要分解一下颜色吗？画黄色的吧，好不好？咱们画这个黄色的，以黄色为主。
底色还是一样啊，底色还是太白加3绿加胭脂。黄色，那我们配一个黄色的啊，配一个黄色。怎么配呢？藤黄吧，藤黄、土黄、藤黄、鹅黄、鹅黄，然后土黄，土黄要不要加？赭石胭脂吧，赭石焦茶，然后胭脂，藤黄、鹅黄，土黄就不要了吧，土黄不要了。然后肯定还要配其他颜色的花，那其他颜色的话我们就不写了，就配一个红色的，咱们就黄色配大红色好不好？配大红色第一朵花，前面两种颜色好不好？咱们2种颜色，大红色的底色还是一样啊，底色同上，然后后面的配色我们就用这个珠标。然后大红加藤黄，曙红胭脂，配红色啊，黄色配红色，这样可以吧？黄色配红色。好，我们开始。但是我们今天晚上不知道能不能画出这么多啊，就可能有4朵花这样子，画4朵花。来调，太白啊，现在是太白，咱们先来调底色。没有土黄色不用了，咱们把这个土黄色给去掉了。好，咱们调底色，太白，然后3绿，还有这个胭脂，然后加水。加水来调和。啊，咱们调底色也是一样啊，每一步都要做细致了，底色一定要调均匀。来看一下啊，有一点浓感觉啊，再加一点水吧，再加一点水，因为咱们想把这个颜色还是不要画的那么浅啊，这个黄色稍微加胭脂才透啊，加胭脂花瓣才透。
好，跟这个有明显的区别啊，跟这个白纸有明显的区别就可以了。一定要调均匀哈，调均匀呢，我们的这个底色放在一边备用哈，亲爱的家人们，放在旁边备用。然后我们今天这一朵花开始的这2朵花的要用的颜色，好，藤黄、鹅黄。赭石交叉，来一点胭脂。好，来，我们先来调，先来试一下啊，先来调试一下颜色啊，调试一下颜色。先薄薄的调一层这个藤黄啊，先调一层藤黄，在整个笔肚可以调上一点啊，调到这个2/3的地方都可以。调一层哈，调一层这个藤黄，然后再调鹅黄。再调鹅黄，然后调赭石哈，调赭石。好，我们先试一下这个颜色啊，试一下颜色可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画了啊。可以了，可以，就这个颜色吧，就这种颜色。感觉还要加一个颜色才好嘞。赭石，然后我们加点交叉，看一下。再看深色的地方啊，多调一点。我们试一下深色的地方的颜色，还需不要加其他的颜色？加点胭脂。也差不多，就这些颜色吧，这颜色可以了。好，我们开始今天的作品啊，开始我们今天的创作了啊。按照我们前面的调的这个圆，这个圆是画在这个纸上，看到了吗？画在这个4尺整张的这个纸上。那我们先定一下第一朵花的位置啊。第一朵花咱们画在这个中间偏右一点点，按照构图来吧。按照构图，在这个偏左啊，先画这一朵偏左一点的位置。咱们这个花还不要画太大了，差不多大，不要太大了，太大就画不下去了。画小一点点，亲爱的家人们，稍微画小一点点吧，画下一点点，中下偏左啊，中下。不要画的正中间啊，偏下一点点，再往下移一点点，往下一点点哈，亲爱的家人们，往下移一点点。来，在这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来，我们开始了啊，先来补充一点藤黄，先补充藤黄，然后再调这个鹅黄，调鹅黄。那我们现在画这个花的正中间。画这个绣球形的啊，第一朵咱们画一个绣球形哈。绣球形就是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啊。好，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笔尖上要不停的去补充一点点深色，补充一点赭石，可以补充一丁点胭脂哈，不要太多了。好，有的时候补充一点点胭脂，像这些补充这个缺口里面啊，
深色一点的地方可以加一点点胭脂进来，这样子它的颜色会有层次一些。咱们要画出它颜色层次，不要整个颜色都是在平的，好不好？好，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补充颜色，补充这个藤黄、鹅黄、赭石，然后胭脂啊，笔尖上蘸少许的胭脂，这个时候胭脂不要太多了，少许一点点就可以了啊。花瓣要有大有小，有变化啊，各种各样的大小的花瓣。来，再来补充一点赭石，补充一丁点这个胭脂，胭脂补充一丁点哈，不要补充太多了。感觉有的时候你可以画一点点这个正反瓣的这种组合出来，那当然不要碎花瓣啊，不要太多太明显的这个正反瓣，它的花瓣是比较碎一些的，就主打一个碎花瓣啊，各种各样的碎花瓣，绣球形和银耳形都是一样的啊，花瓣都是没有就是你分不出来它的这个正反瓣啊。但是花瓣要有什么规律的？要有大规律。大规律是什么？我们知道大规律的家人们，把大规律就是我们的花瓣的大规律。大规律是什么？我现在画的是比较靠下的，那上面这一块啊，要画这个比较虚一点的花瓣啊。那我们画虚的花瓣，颜色要浅一点，颜色要浅一点。我们笔上如果说有太深的颜色，笔上这个颜色如果太深了，我们把笔上的颜色，对我们慕寒雅凤说的没错，大小深浅虚实，我们要注意这个大关系啊。花瓣一定要有这个大小的对比关系，大小它也是对比关系，然后颜色的深浅也是对比关系，物象的虚实它也是对比关系。就是要有对比关系哈。好，我们重新把这个底色搅一搅，然后刮掉笔上多余的这个水分，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然后调这个藤黄。现在颜色可以调少一点点哈，亲爱的家人们，调一点藤黄，调一点鹅黄，调一丁点赭石就可以开始画了啊。来，这边颜色越来越虚哈，颜色越来越浅了。这边我们要画出一些虚的花瓣啊。加一点点颜料，在这个盘子的旁边，各种颜料加一点点啊，点出这种虚的花瓣啊，点出这种虚的花瓣。调一点点藤黄，调一点点鹅黄，调一点点这个赭石。好，盘子的边缘蘸一点点颜料哈，盘子的边缘蘸一点点颜料，把这个虚的花瓣把它表现出来。好，现在笔上有点干了啊，有点干，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用笔肚去补充一点底色。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整个物象的一个变化啊，大小多少，大小深浅虚实的变化。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什么变化？是不是在这一块里面咱们就看到了这个花瓣的这个，你看有一些大，有一些很小的大小关系有了啊。然后颜色呢，深的和浅的有了啊，然后物象的虚和实
这一块是不是实的？就你能看得到花瓣的层次，但这里就是我们画的虚的，虚的它就成了这个叫什么？就是不是把你每个花瓣不是把它表现的那么清晰，它就是虚的啊，就是模糊，就像你拍照一样，拍照的时候你把它这个模糊掉的这种感觉，后面模糊掉，这样子它的变化就出来了哈，就有变化啦。然后我们再来补充颜色，补充藤黄，补充这个鹅黄，补充鹅黄，补充这个赭石，来补充一点点这个胭脂哈。还是各种花瓣啊，各种各样的花瓣去组合，就是去编哈，就是自己去编这个花瓣。怎么编呢？你就要心中要有一个大关系在啊，大关系就是这个对比关系，心中要有这个大关系在，然后心中还要做到什么？做到有花哈。那我们前面课程里面一直有带着大家一起去写生，带着大家一起在直播间一起写生各种各样的花头。那么今天我们就这个脱离了写生哈，脱离了写生，直接去画。那大家多画多练都能具备这种能力。好，各种各样的花瓣你去编哈，编出各种各样的花瓣。好，笔上干了，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我们再来补充颜色啊，先补充这个藤黄，补充藤黄，再补充鹅黄、赭石，还有这个胭脂哈，还有这个胭脂，胭脂来一点点就可以了哈，胭脂不要太多了。好，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啊，各种各样的小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任意的去组合啊。那么偶尔要有一些稍微大一点的花瓣，让它有大小的这种变化在。好，再来补充颜色，补充藤黄、鹅黄。那我们画小写意就是要把颜色调好。那我们要勤快一点哈，不要画画的时候不要着急，就是颜色要多调哈，颜色要多调，调久一点点。我们先开始就大胆的去画啊，大胆的去画。那最后这个花型的话，我们到最后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定好这里就画这么多，有可能我们画完之后这个花型我们还要进行一个调整呢，还要进行调整，可能还要把它加大呀或者加多呀都有可能哈。这个并不是说最后的。好，这个是一个球的这一块啊。那现在我就感觉这里好像少了一点点，我们把笔洗一下，上面这个虚的感觉还是少了一点点。那我们现在把笔洗一下，重新把这个底色调一下。来调一点点这个藤黄，调一点点鹅黄，调一丁点赭石。我们这边再来加一点哈。
好，这个虚的花瓣啊，虚的花瓣，咱们看一下哪里需要去加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去加一点点。其实现在还没有到调整这个外形的时候，等一下在调整外形的时候，咱们再去整体的去调整。好，这个先画好这个球哈，先画好这个球，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要画这个大花瓣了啊，底下的这个大花瓣，底下的大花瓣我们可以把底色重新再调一下，把这个底色再加点3绿进来。再加点3绿进来，把这个底色变得颜色更深一点的。再加点3绿，再加点胭脂进来，把这个底色再调深一点哈，底色再调深一点。都调进来吧，慢慢往里加哈，因为一下子你怕加的太多了，颜色脏脏的，就是脏脏的啊。然后我们要画一些大花瓣啊，画一些大花瓣。来，画大花瓣的时候，颜色还是一样的，还是先调藤黄、鹅黄、朱标，错了啊，赭石、胭脂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加这个什么焦茶了。加焦茶，而且焦茶要稍微多一点点啊，太少了待会儿也看不见了。加焦茶了，这个时候画大花瓣的时候，咱们加了焦茶啊。那我们先画一个大花瓣，好，推加点啊，然后再加点焦茶。好，先画一个大花瓣啊，根部的地方不够深的时候，我们再加点深色，再加点胭脂，再加点焦茶，再加点焦茶，把这个根部这里不够深的再整理一下，稍微整理一下。好，这里顺便再来一个小一点的。好，再来补充颜色啊，再来补充一点藤黄、鹅黄、赭石、胭脂哈，胭脂，然后焦茶，颜色调脏一点哈，就是要调成这种脏脏的这种状态。然后两边，然后我们再去填空啊。好，这里可以来一些，这种碎的花瓣啊。好，再补充一点底色啊，笔肚里面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好，调藤黄、鹅黄。
看一下这里再怎么加花瓣好。好，再来补充一点点赭石，交叉哈，补充一点交叉。然后这些缝隙里面，我们就可以补充一些更碎一点的花瓣，加一点点胭脂，加一点点交叉。这也可以顺便补一个，感觉它是一个反瓣出来，然后再来一点交叉。好，有大有小哈，有大有小，即使是都是大花瓣，你也不要直接夸啦夸啦的一群，就是咱们也要画出这个层次来。好，现在笔上干了，咱们又要加一点底色了，再来补充一点底色，用笔肚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补充底色，然后咱们来调，还是调藤黄啊，还是先调藤黄。然后调鹅黄，调赭石，调胭脂哈，调胭脂。这个上面的花瓣，这个地方的花瓣，我看一下，在画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计划一下啊，这个花瓣画在哪里，画多大。就是前面你就可以大胆的去画，后面还是要稍微的再去计划一下。好，再调一点点赭石，调一点点胭脂哈，调一点点胭脂，调一点点交叉进来，缝隙里面补上一些稍微短一点的花瓣，就让这个缺口流出来，然后这些缝隙里面加一点点深色的进来。好，这边我们先这样哈，来再来补充一点藤黄，补充一点鹅黄。加一点底色，加一点藤黄，加一点这个鹅黄，加一点赭石。来这边这个颜色不要太深了，所以加的颜色没加太多了。好，加一点点赭石啊，笔尖蘸一丁点交叉进来。好，然后这个地方这个缺口我们再来填空啊，填缺口，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点颜色，填一下这个缺口。这个缺口不要填的太出来了，缺口就留在这里，否则这个花就会显得太圆了。好，那咱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花型啊，花型花无正形，不一定说这个花，咱们一定要把它画的多圆啊，就这样子也行哈。来，再来把笔洗一下，再来调一点底色。
看一下这个花哪里还需要调整的地方，需要调整，咱们再来调整一下啊。好，这里再加一点点。好，调一点点这个叫什么焦茶，笔尖加一点焦茶，水分不要太大了，回一下笔，像有一些缺口的地方啊，稍微的回一下笔。好，然后我们调整一下这个整个的一个外形。笔上有一点点这个脏脏的颜色啊，哎，不能，这个没有调均匀，不行哈。你可以直接蘸一点点这个三氯胭脂，直接蘸一点点三氯胭脂。刚刚这一笔啊，刚刚这一笔有点不好，来调整这个整个的外形。就是你把底色，就是深的这个底色加一点点，底色里面的三氯胭脂加一点点，来调整一下这个外形。就这个花瓣的外围加一点点深色进来，不加也没有关系啊，不是一定要加，或者直接用胭脂也行。反正有一点点不同的颜色进来吧。直接加一点点胭脂进来，淡淡的，一定你要把它调开，不要成线啊。这个颜色一定不要成了一条线，这种要调开。这个时候还是站起来吧，没有站起来的话，你看不到整体，看不到这个花型。好，胭脂哈，而且胭脂要调开，你不能成线，要是这个尖尖上不要是尖的。好，可以了。这朵花就先这样子啊，这朵花就可以了。来，我们再在旁边再来一朵，旁边再来一朵。等它干，等它干，干了之后它的颜色会显得更滋润。在它的这个右上角这里来一朵半朵的哈，这里来一朵半朵。好，还是一样的颜色啊，我们再来加一点底色。加一点底色，补充一点底色进来，再来一朵哈，再来一朵。来，先补充这个藤黄，还是一样哈，藤黄颜色你也可以调多一点，这一朵也可以画深一点哈，也可以把它画深一点，让两朵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藤黄、鹅黄都调多一点哈。调多一点，赭石也调多一点，然后调这个胭脂哈，调一点点胭脂，胭脂调多了它就变色了啊，少少的胭脂就好了，可以了。好，这里只来半朵哈，亲爱的家人们，这里只来半朵。
这一朵的话，咱们就画上一点花心啊，画上一个这个有花心的那一种。好，再来补充一点这个赭石，补充一点胭脂。好，画一些这个反瓣出来。来，再来补充多一点颜色，补充一点藤黄、鹅黄，补充藤黄、鹅黄、赭石、胭脂。这个时候先还不用交叉，我们到后面我们才会用到这个交叉色。来，这个要注意一下啊，这个花是在后面，那我们要把前面这朵花给蹭出来。好，笔上干了，咱们就来补充一点底色，轻轻的去补充一点底色。来，再调一点点藤黄、鹅黄、赭石。那接下来我们上面的颜色要浅一点点啊，上面的颜色浅一点点。好，慢慢的颜色变浅了，补充一点点这个赭石。好，这个让它有层次啊。好，再来加一点点赭石，笔尖上补充一点点赭石，一点点这个胭脂哈，一点点胭脂。这里来一层啊，这里再加一层花瓣。再补充一点点赭石。好，这个花心的位置啊，这个是花心的位置。然后现在笔上干了，咱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把底色这样摇晃一下，摇晃一下，摇晃一下，这个底色它不会有的时候沉淀了，咱们就摇一下，摇一下，来蘸一点点鹅黄、赭石什么的就可以了，不要太多颜料。然后画这个虚的部分啊。画出这个虚的这一部分，笔尖就在盘子里蘸一点点颜料就可以了，蘸一点点颜料就可以了，不要太多颜料，稍微蘸一丁点就可以了。好，笔尖蘸一点点鹅黄就行了。这个虚的花瓣啊，上面虚的花瓣越来越浅啊。再蘸一下底色，蘸一下底色，然后笔尖蘸一点点这个颜色。好，蘸一点鹅黄，蘸一点点这个交叉。赭石之类的都可以。好，蘸一点点赭石，在后面的花瓣蘸一点点赭石和交叉，稍微的还是要深一点点吧。这后面来一个花瓣。
来把它两边两朵花相交集的地方把它处理好。好，比如说这个地方哈，这些地方也是一样，咱们把两朵花相交集的地方处理好。这个再往后去一点啊，再大一点点，稍微大一点点。这一笔的话稍微有一点点深。来，再来补充一点底色啊，补充一点底色。好，再来调藤黄，调藤黄，调鹅黄，调鹅黄，调这个赭石，还是一样哈，调一点点胭脂。然后我们来补充这边的哈，这边的这个深色的，深色我们就要多调点颜色哈，藤黄多，鹅黄多，赭石也要多，然后还要胭脂也要有，胭脂也要调，还有这个焦茶也要调多一点，调黑一点哈，调深一点，补充里面的这个正瓣啊，没有调均匀啊。再调一点胭脂，调一点焦茶，一定要把它颜色调均匀。调均匀，你画上去它就才是均匀的。你不没有调均匀，你又一画上去，它感觉就有颗粒感啊。好，把这个最深的地方补上这个最深的颜色。好，再来加一点焦茶，沿着补充这个正瓣，沿着前面一个反瓣的边缘走啊，沿着这个边缘走，笔尖上的颜色要调均匀哈。好，加一点这个胭脂，加一点点这个焦茶，然后把这个前面这一朵花的这个地方把它整理一下，把前面这一朵花要蹭出来啊。好，底下这些颜色，这些花瓣的颜色越来越深了。好，我们再来加一点焦茶，这里得再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出来吧。好，顺便就带一个反瓣出来，就加一点正瓣进来，再加一点焦茶，层次不够明显啊，加点焦茶，把深的地方再深一点点。哎，太深了啊！笔尖这个颜色太深了，回笔的时候，回笔不要太深了，这一笔稍微有一点点深，遮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补充一点底色，这里还有个缺口没有画完，来再来补充一点底色。看看这边再来怎么画，加一点藤黄，加鹅黄，加一点赭石，加一丁点这个胭脂哈，加一丁点胭脂。好，加一点赭石，加一点胭脂哈，加一点胭脂。感觉这个花就这样子就行了啊，感觉它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好，这个缺口加一点点。
花无正形哈，就这样，这朵就可以了。上面这里我看一下这个笔上，洗一下，洗一下，重新调一下底色，把这个有一点平的地方咱们再来调整一下，加一点底色。加点底色啊，加一点点这个好，有些地方让它高一点点啊，就直接用底色就行了哈，直接用底色，或者是你想加一点胭脂也行。你跟前面这一朵一样，加点胭脂进来也可以。好，基本上就可以了，这一朵花。好，让这个花瓣碎一点点啊。然后把花心加上啊，花心用多一点颜色，用这个鹅黄赭石胭脂，鹅黄赭石胭脂。现在两朵都是湿的，干了之后颜色会变得稍微浅一点点，干了之后颜色会浅一点点哈，现在还是湿的。那我们接下来画红色的，好吧？接下来咱们画红色，那我们现在调这个红色的啊，画红色的啊，画两朵黄色的，两朵红色的。好，咱们这个红色的花，是珠标，大红加藤黄，然后曙红胭脂。好，珠标，好，大红加藤黄调和啊，曙红，然后胭脂，咱们把这个藤黄加大红把它调和一下。好，把这个藤黄加大红把它搅一搅，调和一下，搅和一下。好，咱们重新来调底色啊，重新调底色。调一下底色，调和一下底色，然后我们先调这个珠标哈，先调珠标。也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章哈，介绍章的朋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章哈，闲章你们就自己随便写哈。然后最主要的是姓名章，我看一下我是多少的，1厘米的，我这刻的是1厘米的姓名章，一阴一阳，一个姓一个名，姓和名两个章。有没有看到我的作品都是盖两个啊，一个姓盖一个姓盖一个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章哈，就是可以把3个字刻在一起的，就是你的名字。3个字都刻在一起的这个，通常我一些作品都是盖的这一张，一个姓一个名，就你盖的时候要隔一点距离，隔1.5的倍距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闲章，闲章都要准备一个。然后那个章，这个章的话是这个章是姓和名在一起。这个章是姓和名在一起，我给大家量一下啊。你们可以这一款可以选择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有很多种颜色。这个是2厘米的，2厘米的你
你可以用可以选择2厘米或者是1.5厘米的都可以，就是3个字在一起的姓和名在一起的一个。就有的时候你这个一幅作品啊，假如说你画一个圆，盖不下2个章，盖一个你就盖这个3个字在一起的。这个平时用的这个章推荐给大家，就是准备3种章就够用了，一个闲章。一套小的1厘米的姓和名的章，然后一个的单独一个的，单独一个的可能是你可以刻你的姓名，也可以刻什么，刻你的这个斋号。斋号就是你，假如说我刻我的斋号就刻什么，刻玉墨阁，就是你3种啊。闲章你选多大都可以啊，闲章你自己选择啊。我看一下，我给大家量一下我的闲章是多大的。长方形的啊，这个长方形的看到吗？这个闲章，我这个是3厘米多哈，快到4厘米，3点多厘米，3、4厘米的都可以啊。宽的话，长是3、4厘米，宽的话是1.5，宽的话是1.5，长的话3、4厘米。它每个可能会有一点点区别，因为这个是石头的，它不是说每个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是闲章啊，就是你们就准备一个姓和名，然后一个闲章，一个斋号啊，斋号章就可以了。3套章就基本上够用了。好，我们再来画一个这个什么？画一个在这里画一朵，这里咱们要不找一朵花来写生一下吧。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朵花。3、2、1，好，咱们在这里画一朵啊，画到这个角落这里，比这一朵高，比这朵稍微高一点点吧，不要跟任何一朵对齐就好了。好，咱们来调色啊。先调这个朱砂，先调朱标哈，用的是朱标。来，我们调这个朱标，然后调大红，调大红，调一点点曙红啊，调一点点曙红，咱们开始。好，再加一点大红，加一点点曙红。好，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这个曙红啊。笔尖再来补充一点点曙红。再来加一点朱标，加一点大红，加一点点曙红。好，这个花瓣咱们就宽一点啊。好，加一点大红，加一点点这个曙红。笔尖去补充啊，补充一点曙红，加一丁点胭脂哈。加一点大红，加一点曙红，加一丁点胭脂哈，加一丁点胭脂。好，这里可以来一些这种小一点的。好，再来补充一点胭脂。
好，再来加一点胭脂。啊，花瓣让它感觉层次特别多。好，再来调一点这个珠标大红，珠标大红、曙红。笔尖可以来一丁点胭脂哈，不要太多。好，这个里面啊，这一个大的反瓣里面还会有很多这个小碎花瓣啊，但是笔尖要不停的去补充深色的。好，再来补充一点曙红，补充一丁点胭脂。好，花瓣很碎啊，碎的地方让它很碎。小这种大小的对比关系，为什么一显就显到这一朵花呢？它的这种对比关系特别强烈。就是要画这种有对比关系的这种对比关系特别强烈的这种花才好看啊！如果说所有的花，所有的它一朵花，如果所有的花瓣都差不多，就没有画头，就没有不好看，不好画出来也不好看。就是要画有对比关系的啊。好，加点珠标，加点大红，加点曙红。好，我们先把这个上面的这种浅色的先画了，这个反瓣基本上就画这么多，差不多啊，反瓣就这么多，可以了。然后我们先再补充一点底色，把这个底色摇一下，摇一下。这朵是包菜型吧，盛开的一个朵包菜型，塔式或者是包菜型都行吧。其实塔式有的这个包菜型，它侧面也像塔式的。来补充一点珠标，补充一点大红，补充一丁点胭脂哈，补充一丁点胭脂。先把外围的这个浅色的这个花瓣画了，啊，这里会来一些这种碎一点的。来一丁点胭脂哈，来一丁点胭脂，来一些这种碎一点的花瓣。颜色要调均匀啊，颜色没有调均匀，一画出来，一画上去就能感觉得到。好，再调一点珠标大红，然后调一丁点胭脂。好，调一点点胭脂哈，后面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暗，加一点胭脂进来。我们先把这个虚的花瓣或者浅色的花瓣先画了，然后我们再来画这一边的下边的这个深色的，好不好？来，还是一样，加点珠标哈，加点珠标，加点胭脂。
加点大红，加点曙红，加点大红，加点曙红。也是一样，可以再加点胭脂进来。好，加点胭脂，加点胭脂，这里再来补充一个花瓣。不一定说你完全按这个圆花1比1的，一样的去。好，这个花瓣加大一点。可以回一下笔啊，切口的地方可以回一下笔。然后咱们笔上干了，再来补充一点底色。接下来我们可以补充正瓣了啊，画深色的花瓣了。接下来咱们可以画深色的，来补充一点底色，亲爱的家人们，补充一点底色。先调珠标哈，先调珠标，调大红。调大红，调这个曙红，然后调胭脂，颜色调深哈。来，这个上面这个缺口这里依然也是一样哈，要补上这个正瓣啊。好，再来一点曙红，来点胭脂。好，来补充这里面的正瓣哈，补充这里面的正瓣，补充缺口啊，就是填空。胭脂多一点哈，胭脂多一点。其实你也没有必要说一定把每个花瓣都让它看得清清楚楚啊，就是朦胧一点哈，朦胧一点就可以了。来补充大红、曙红，然后胭脂可以多一点点啊。补充正瓣的时候，胭脂多一点点，把这些缺口这里填上，再多一点胭脂。好，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啊。然后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哈，底下的花瓣让它更深一点哈，颜色更深。
好，在这里再来补充一个花瓣啊。然后这个缺口这里也可以再加深一点的颜色，加深一点的颜色填上这个小缺口。好，有些地方啊不到位的地方，画的不到位的地方，你可以再加一下。好，我们再继续展开啊。来，笔上现在有点干了，咱们加一点底色。这个写生的时候，你可以就是不一定说你一定要按照这个圆滑一模一样的去画，就是不一定说要按它一模一样的去画，就是可以加入自己的一些这个主观的意识。来加这个补充的底色之后，还是一样的依次的去调颜色啊。但是底下这些大花瓣，我们调色的时候，胭脂偏多一点哈，胭脂可以偏多一点点。这个大花瓣的时候，我们把颜色调上一点点哈。好，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哈，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让这个大花瓣啊跟这个小花瓣形成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对比关系哈，大小的这个对比关系。来，还不够大啊，再加大一点。哇，不要盖住前面这一朵花了，这个有一点盖了前面这一朵花了。注意这个层次，小心一点啊，这个纸因为这个纸这里鼓起来了。好，这个大花瓣的大哈，大花瓣就要大，让它的大和这个小花瓣的小形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关系啊。好，咱们再来补充一点大红，再来补充一点大红、熟红。你要是这个下面没有花，我们就直接大胆的画。这下面有花，所以我们小心一点。虽然小心一点，但是还是不小心压了一点点啊，还是压了一点点。好，这里再来一个花瓣啊。好，再来补充一点胭脂。好，底下我们继续来啊，继续来画花瓣。哎，我们这里要小心啊，这里真的是要小心一点。这个不是说画的慢啊，这个没办法呀，这一不小心就盖到前面这一朵花上了。一不小心就把前面一朵花给盖了，这里都已经盖了一点点。好，这里再加一个花瓣。看一下还需不要加花瓣啊？还要不要加花瓣？这底下还可以再加花瓣啊。把笔洗一下，洗一下。先把笔洗一下，后面的颜色让它有一点区别。
来直接蘸底色，直接蘸胭脂哈，直接蘸胭脂。最后这个花瓣我们直接蘸胭脂。啊，这里后面再加一层啊，再加一层花瓣，直接加胭脂哈，直接加胭脂。要小心一点啊。好，可以了。这朵花就这样吧，把花心加上，我们再来补充多一点颜色，大红、曙红、胭脂哈，大红、曙红、胭脂，把这个花心这里画上。花心这里加上最深的颜色啊。好，待会儿等它干了之后，我们再来画上花心。花无正形啊，这个被遮住了一点点，我们来一点点这个底色，把笔洗一下。来把这个花瓣遮一下啊，这个花瓣刚刚被前面一朵花给什么？好，我们来一点点这个底色哈，这个黄色和红色配在一起还是蛮好看的呢。咱们还要画一朵啊，这几朵因为都说要画小一点点，因为这个60的圆要画4朵花，15加9。24，然后这个是15加4， 19，这个19，这个24，最长的地方啊，最宽的地方24，这个19，小一点，一个24，一个19。好，我们在这个旁边这里再来一朵啊。好，在这个地方来一朵。好，这个地方画的这个地方，画这个角这里。要不就画一朵半开的。好，底色我们还再调一下，再搅一下，搅和下底色，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先调这个珠标，然后调大红，调曙红。笔尖可以调一点点胭脂哈，笔尖可以调一点点胭脂。好，再来调一点这个大红、曙红、胭脂。调这个珠标，大红、曙红，然后胭脂，颜色依次的去调啊。就是这一朵的话，还是不要画一朵全开的，就是还是画一朵稍微这个含苞，也不是含苞啊，盛开也没有完全盛开的这种吧。
画一朵不要画一朵完全盛开的，好不好？加一点胭脂。好，笔尖加一点胭脂啊。好，让它包起来啊，这一块让它包起来。笔尖加一丁点这个曙红，一丁点这个胭脂，笔尖上要有一点深色的。好，再加点大红、曙红，然后胭脂。加点珠标大红、曙红、胭脂。好，上面这里包起来。这要显得层次多一点。好，接下来我们来补充里面的正瓣。补充里面的正瓣，我们的颜色要更深一点哈。补充正瓣之前，我们可以把外围的花瓣，外围的这个是展开的这个外围的花瓣可以先画上，因为这个外围的花瓣它不是说特别深的，不需要特别深，你留到最后，因为最后的话笔尖上的颜色都深了。所以我们可以把外围的这个花瓣啊，先把它画上。好，外围的花瓣可以先画上一些。笔肚里面咱们再来蘸一点底色啊，加点底色。好，再加一点胭脂啊。好，曙红胭脂少了，不够深。好，再加一点珠标大红、曙红、胭脂。这里感觉还要再来一个层次，再加点大红、曙红。再加点胭脂啊。
接下来我们可以画深色的啊，浅色已经画好了，我们画深色的，颜色可以调多一点，大红也是调饱满一些，曙红，笔肚上可以调上一点点，然后胭脂，颜色都调多一点，补充正半，补充这些缺口啊，胭脂调多一点啊，补充这些缺口。好，再来补充点胭脂。好，再来补充胭脂啊，补充胭脂，多一点胭脂，多一点胭脂，多一点颜色，我们画底下这个大花瓣。好，这里看来还是要再补充一个花瓣啊，再来补充一点花瓣。感觉这里还要再加一层呢。好，这里还是要回一下笔，但是这个花瓣要回笔，大花瓣啊，但是笔上的颜色太深了，咱们吸掉啊，吸掉一点点颜色，然后再去回笔啊。好，这个话就这样子，或者是还可以在这里再加一个花瓣也行啊，有点平，我们这里再加一个花瓣，再多调一点颜色啊，调点大红、曙红、胭脂多一点，整个笔肚上占满颜色啊。好，整个笔肚占上颜色。好，这里再加一个花瓣，这样可以了。